英伟达已经靠 GPU 主导了 AI 算力，黄仁勋为什么还要去抢 Intel 的 CPU？ 更反常的是 ，AI 越聪明，最贵的 GPU 反而越可能被一颗不起眼的 CPU 拖住。你持有英伟达、Intel 或者半导体 ETF， 这个变化可能决定下一轮利润到底流向谁。黄仁勋盯上的正是这段被市场忽略的等待成本。他要抢的不只是一颗 CPU 订单，而是 Intel 守了几十年的服务器采购标准。问题是，一颗 CPU 到底怎么拖住最贵的 GPU？ 过去市场把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压缩成3个字：买 GPU。更多 GPU、更大集群、更高算力，似乎就等于更多收入。在数据管线优化良好、由 GPU 主导的批量训练负载中， CPU 更像后台管理员。它当然重要，但只要不拖后腿，聚光灯很少照到它。但当 AI 从回答问题变成自己执行任务，这套分工突然变了。代理式 AI 要判断目标、规划步骤、调用外部工具，再根据结果重新规划。一个任务可能循环几次，也可能循环几十次。GPU 负责最昂贵的模型计算， CPU 却要接住大量串行、系统和工具侧工作。代理越多，步骤越长，并发越高， CPU 延迟越容易被放大。麻烦就藏在这些来回切换里。某个工具必须等上一步完成，某段代码只有一个关键线程，一次权限校验也不能靠堆更多 GPU 跳过去。表面看只是几十毫秒、几百毫秒的系统响应，放进多轮代理循环后，却会进入用户感受到的伪延迟，也会影响同一集群在1小时里真正完成多少任务。峰值算力没有消失，但可计费产出可能打折。可以把 GPU 想成收费极高的明星手术室， CPU 是负责调度、取片、送检、核对病例和安排床位的团队。手术室再先进，换台流程持续卡顿，整座医院的吞吐都会受损。商业世界收钱靠的不是宣传页上的峰值，而是同样的时间、电力和设备究竟完成了多少可交付任务。问题来了，既然等待成本可能吞掉整机产出，黄仁勋准备怎么解决？ Vera CPU 就是他的答案。它配置88个 Olympus 核心， LPDDR5X 内存带宽最高 1.2TB 每秒，可配置功耗范围为250瓦到450瓦。NVIDIA 强调的不是单纯堆核心，而是高负载下的单线程表现，统一缓存、内存带宽、延迟和功耗。因为代理沙盒、工具调用和状态切换中，有些步骤不能靠无限增加并行核心跳过去，这也是为什么只比较总核心数容易看错重点。代理任务经常是一段模型推理后，立刻进入一次工具调用，工具返回后又进入下一轮推理。CPU 要快速接住任务，访问内存，完成串行步骤，再把整理好的上下文送回 GPU。 稳定的美核性能和低延迟，不保证整套系统一定更便宜，却决定了 Vera 想解决的到底是哪一种问题。不过看到这里，散户最容易犯的错也出现了，把产品参数直接翻译成未来利润。NVIDIA 公布的 1.8 倍任务完成，满载峰值延迟降低 40%， 美核内存带宽超过3倍，都来自它选定条件下的测试。Phoronix 已经做过早期第三方实测，结果积极，但测试对象是预生产样机，地点在 NVIDIA 场地，项目范围受限，而且不能记录 CPU 实时功耗。它说明 Vera 值得认真对待，还不能替代不受限的生产机测试、真实代理工作流和客户单位成本验证。产品状态也比最初叙事更往前一步。截至目前， NVIDIA 称 Vera 已进入全面生产，首批系统已交付 Anthropic、OpenAI、OC 和 SpaceX。Vera、Rubin 仍在全面生产爬坡，生产出货计划从2026年秋季开始，交付是真进展，但交付不等于大规模付费部署，更不等于收入份额和利润率已经兑现。人类在牛市里最喜欢把这几道门压缩成同一天，现实一般没有这么体贴。首批名单能证明头部客户愿意测试和接入，也会帮助软件生态更快成熟，但它没有告诉我们部署规模、采购价格、替代了什么系统，以及客户是否获得可重复的经济收益。判断产品状态不能只问有没有交付，还要问交付之后跑了什么，跑了多少，是否继续扩容。一句话定位 Vera， 它不是来证明自己是最好的通用服务器 CPU， 而是要证明自己是最适合 NVIDIA GPU 的 CPU。 如果你只把 Vera
当成一颗新 CPU， 真正值钱的部分还没开始。Vera 既可以独立部署，也可以作为 Vera Rubin 的主机 CPU。黄仁勋真正的胃口是把 CPU、Rubin、GPU、NVLink、网络、DPU、机架设计和软件站做成协同平台。存储部分更准确地说，是通过 Vera Bluefield 4STX 和存储伙伴生态纳入系统，而不是所有存储硬件都由 NVIDIA 自制自售。以前 NVIDIA 主要从加速器环节收费，现在它不仅用软件和系统调度减少摩擦，还把专用 CPU、网络、数据移动和整机架设计纳入同一个效率故事。我的判断是，它试图把客户购买的单位从一块 GPU 升级成一座持续产生 token 完成任务的 AI 工厂。过去分散在不同供应商手里的价值，有更多机会被整合进 NVIDIA 的平台。但机会不是已经写进财报的收入，平台权利通常这样形成：客户先购买最强的组件，随后为了让它发挥效果，采用同一套网络和软件，再往后机架、散热、存储处理和运维流程也围绕这套架构调整。供应商卖的就不再只是产品，还包括离开它的成本。对 NVIDIA 来说，这套逻辑很诱人。只卖 GPU 时，它主要参与加速器预算。如果 CPU、网络、DPU、软件工具和机架设计都被证明能提高整机产出，它就有理由参与更大一部分数据中心预算。对客户来说，采购也会从每颗芯片多少钱转向每完成一个任务多少钱。一旦计价单位改变，原来分开的产品边界就会变得模糊。不过别急着把整合写成阴谋，统一设计可能减少适配，缩短部署，降低故障责任不清带来的损耗。如果每个完成任务的总成本下降，客户没有义务为了抽象的开放性多付钱，代价是 CPU、GPU、网络和软件绑定越紧，替换空间可能越小，议价权也可能向 NVIDIA 集中。这是一笔效率与选择权的交换，不是简单的好或坏。官方仍提供 HGX Rubin NVL8 搭配 X86 CPU 底板的路径，锁定风险真实存在，却远没有到只能选 Vera 的程度。最精明的客户会算两本账，一本是现在少做多少适配，少浪费多少设备时间，另一本是3年后更换 CPU、网络或软件时还剩多少溢价空间。前一本决定系统能否快速上线，后一本决定供应商最终能拿走多少利润。到这里，Intel 真正危险的地方才出现了。它输不起的不是一场跑分，而是客户挑选服务器的顺序被倒过来。过去，企业常先决定 CPU 架构，再选择主板、内存、系统软件和加速器。代理式 AI 如果成为新的高价值工作负载，客户可能先决定 GPU 规模、代理并发和整机架吞吐目标，再反过来选择 CPU。CPU 不再独立证明自己有多通用，而要证明自己配得上旁边那批昂贵的 GPU。规则改变通常比一次跑分落后更麻烦。跑分落后可以靠下一代产品追赶，评估标准改变，会让原有优势的权重下降。Intel 最熟悉的是服务器 CPU 市场， NVIDIA 却试图把服务器 CPU 变成 AI 工厂的一个子系统。假如客户开始按每小时完成多少代理任务分配预算， CPU 部门就必须用整机产出证明价值。这不代表 Intel 会立刻失去 X86 底板，它仍有庞大装机基础、企业兼容性、Ixion、以太网、Gaudi 以及系统级方案。银行、制造、政府和传统数据中心也不会因为一场发布会推倒全部基础设施。真正的风险是权重变化。如果采购标准从通用性、美核成本和软件认证逐渐转向 GPU 协同效率与整机吞吐， Intel 过去最后的护城河就要被重新丈量。兼容性仍然是真金白银，大量企业软件、数据库、中间件虚拟化和运维流程围绕 X86 积累多年，迁移不仅要买新硬件，还要承担验证、改造和停机风险。Vera 要赢得预算，不能只证明技术更快，还要证明新增收益足以覆盖这张迁移账单。AMD 的处境不同，它同时拥有 ePi-C、Instinct、Pensando 和 ROCm， 也已用 Helios 推进机架级整合，并与 Nutanix 合作开放全站代理式 AI 平台。它不是还没开始做平台，而是需要证明这套开放路线在软件成熟度、部署体验
客户采用和单位经济性上足够有竞争力。开放能降低单一供应商锁定，却也可能带来更多适配和责任边界。芯片性能只是入场券，系统摩擦才可能决定订单。这给 AMD 留下了一条清楚但不轻松的路，把第二种选择变成真实可部署的选择。大型客户需要多供应商来控制成本和风险，但他们不会为了开放2个字，长期接受更慢的部署、更复杂的排账和更差的总成本。AMD 要赢的不是一张参数表，而是客户愿意把生产工作负载放进去的信心。所以 NVIDIA 真正想抢的可能不是 Intel 今天的多少市场份额，而是明天服务器 CPU 的定义权。谁定义标准，谁就决定钱怎么花。但这场进攻会不会真的撕开 Intel 的护城河？不能靠一场发布会判断，未来大致会落进4种结果，而每一种都对应完全不同的估值逻辑。第一种，更多第三方和真实客户部署证明。CPU 阶段确实显著增加伪延迟，降低有效吞吐，而 Vera 能在不同模型、代理框架和工具链中稳定改善整机表现。同样的电力， GPU 数量和时间完成更多任务， NVIDIA 的平台价值就可能扩大， Intel 与 AMD 也必须按新标准回应。这种情景下，最重要的证据不是某个实验室跑分，而是不同客户能否重复结果。如果一个云厂商、一个模型公司和一个企业客户都看到类似的单位成本改善， Vera 才更接近平台级优势，而不只是针对特定测试的优化。但如果真正的瓶颈根本不在 CPU， 前面的乐观叙事就会反过来伤人。第二种，早期测试很漂亮，进入真实环境后，主要瓶颈却在软件、网络、存储、模型、结构或数据质量。CPU 更快有帮助，却没有显著改变整体经济性。Vera 仍可能是优秀组件，但不是重新分配行业利润的钥匙。市场为平台扩张支付的溢价就会被重新检验。技术产品经常落在这个区间，确实更强，却没有强到足以改变客户预算。华尔街会把有价值提前交易成不可替代，然后在两者不一致时迅速翻脸。还有一种更可能，也更容易被市场忽略的结果， NVIDIA 拿到高端增量 X86 守住庞大存量。第三种，客户采用 Vera Rubin， 同时保留大量 X86 底板和混合部署，高负载代理任务进入 NVIDIA 系统，传统企业应用通用计算和迁移回报不明确的工作继续留在 X86 上。结果不是谁消灭谁，而是服务器预算出现新的高端分层。这可能不够刺激，却很符合企业采购习惯。企业基础设施很少按发布会节奏整体迁移，能分阶段改的就不会一次推倒，能让新旧系统并存的就会先观察真实回报。因此 Vera 获得高端增量和 X86 守住庞大存量，完全可能同时发生。最麻烦的结果不是 Vera 失败，而是技术成功，利润却被成本吃掉。第四种，整套系统效率上升，但锁定、电力、散热、迁移和资本开支也一起上升。大型云厂商会更积极地使用自研芯片、开放软件和多供应商采购，压低议价权。整合创造的效率不一定全部变成 NVIDIA 的利润。平台越强，反平台力量越有动力。云厂商不会因为喜欢某家供应商而交出利润，他们会把自研方案和替代供应商当成谈判工具。技术上跑得更快，不代表采购合同会更温柔。4种情景的分界线只有一条：客户的单位经济性是否真的改善， GPU 有效利用率提高多少，每个完成任务的总成本下降多少，节省的时间能否覆盖更高的采购、电力、散热和迁移费用，才是商业答案。对持有 NVIDIA 的人来说，你压住的已经不只是 GPU 需求，也包括公司能否把 AI 工厂更多环节变成收入。对持有 Intel 或 AMD 的人来说，重点不是一句 X86 会不会消失，而是他们能否守住 CPU 的独立价值或建立可信的替代平台。持有纳指和半导体 ETF 也仍然暴露在 AI 资本开支、平台集中度和估值预期里。3类持仓最终都在等同一批证据，而不是等发布会继续讲故事。这里还要加一层反方，平台扩张意味着潜在市场变大，也意味着客户集中、监管关注和替代方案投资同步上升。Intel 如果只靠旧系统太难搬，防守护城河可能慢慢变成客户暂时不想处理的技术债。
AMD 如果只讲开放，却不能降低部署摩擦，开放也可能停留在采购会议的漂亮词汇，指数看似分散了善家公司风险，却没有消除整个 AI 资本开支链条一起降温的可能。所以现在还不能急着站队，真正能提前告诉散户答案的，不是发布会，也不是一天的股价，而是5个公开信号。第一，真实第三方测试，除了厂商口径和受限早期测试，要看生产机在不同模型、代理框架并发条件下的端到端结果，也要补上功耗与单位成本。第二，首批客户和工作负载，交付给谁很重要，用于试验，内部研究还是大规模生产更重要。一个愿意公开单位成本变化的客户，比10张合作合影更有信息量。第三， X86 与 Vera 的搭配比例，客户一边采购 Vera Rubin， 一边继续扩充 X86， 说明市场可能走向混合分层。高价值代理任务是否整体迁移，才决定采购标准变化有多深。第四， GPU 有效利用率与每个完成任务的总成本。利用率数字如果伴随更高的电力、散热、软件和迁移支出，就必须看净收益，而不是只看一张性能图。第五， Intel 和 AMD 如何回应？不要只看新芯片跑分，还要看网络、软件、开发工具、合作伙伴、机架方案和客户采用。如果竞争对手开始在代理吞吐这把尺子上追赶，说明 NVIDIA 已经影响标准。如果他们提出更有吸引力的衡量方式， NVIDIA 的定义权也会受限。这5个变量的共同点是都能把叙事拉回可证伪的现实。厂商可以选择测试舞台，市场可以提前交易多年预期，但客户最终要支付电费、折旧、迁移和运维成本。工程师证明系统能跑，销售团队证明客户愿意部署，财务部门再证明回报覆盖成本，3道门少一道都不能直接通向利润。看懂这5个信号，你才能把这场战争从发布会故事变成一个可以跟踪、可以证伪的投资命题。我的判断是 Vera 最值得重视的地方，不是 NVIDIA 宣称快了多少，而是他用代理式 AI 的工作方式重新解释了 CPU 为什么值钱。跑分可以被下一代产品追上，采购标准一旦改变，预算和利润才可能跟着移动。注意，是可能。生产交付、采用、收入和利润之间仍然隔着客户机房里的真实账单。以上只是基于公开信息的产业观察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你更相信 NVIDIA 能把 CPU 变成下一块利润池，还是相信 X86 生态会把这次进攻限制在高端 AI 工厂？把判断留在评论区。人类的分歧很嘈杂，但它常常比价格更早暴露市场到底在期待什么。